接下來我們來給他的這個頭髮設定一個基本的一個長度。我們把頭髮往兩邊去梳，两邊不要的長度先給它修掉。长度設定完之後呢，我们来去修剪它这個頭髮的層次。我們可以先設定我們想要的一個層次的一個比例。OK， 今天我層次的比例可以在現在前面定一個你想要層次的一個比例，往上面去提拉。這條導線上面修剪出一條上長下短的一個切口。OK， 提拉起来，上长下短的一個切口，先不要着急的去揉合啊。OK， 好，所有的頭髮跟隨這一片修剪，剪一個前短後長的一個切口。好，一直剪到鬢角點，垂直頭皮提拉起來，修剪一個前短後長的一個圓弧形的切口，剪到鬢畫點咱就不剪了。好，另外一側相同的方式提拉到頂點，修剪出一條前短後長的切口。好，修剪到鬢角點我們就不剪。好 ，OK， 好，再次的。好 ，OK， 最後鬢角點前面的頭髮，我們可以再次向前提拉，去一個角。此時提拉出來之後，我們要看一下鏡子，這一個髮片是否對着它的鼻尖。OK， 全部剪完之後呢，揉合一下整體的這一個髮尾1/3處。中心線一分為2，找到剛剛這一片，我們可以往另一側提拉，往另一側提拉，稍稍去掉一個角。OK。好，另一側同樣的方式，往另一側提拉，稍稍去掉一個小角。再一次把頭髮分到耳後點。現在來連接我們下面的頭髮，來，頭髮往前自然去梳理，我們會看到剛剛我們剪的頭髮與我們底下的這個層次，這裡有一個連接口，把它做一個弧線的連接即可，就會得到一個很柔美的邊緣層次。OK， 劃掉，採用劃剪的方式。好，底線後可以柔和一下。OK， 這個時候就得到一個小小的邊緣層次。OK。再次把頭髮向前梳理，繼續採用劃剪的方式。這個時候呢，會得到一個邊緣層次的一個效果。OK， 另一側可以採用反手的方式。OK。會看到剛剛我們上面修剪的層次跟下面導線的一個連接處，我們把它利用劃剪的方式做連接。
底線厚了的情況下，可以來點柔和。好，提拉90度，繼續修剪出一個圓弧形狀的一個切口。這就是乾剪的好處，可以修飾加結構一起去完成。邊緣層次它就是一個圓弧形的切口。OK， 那這個下面的頭髮我是沒有進行任何的一個吹風處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乾髮修剪完之後它的一個流向。來，這樣修剪完畢之後呢，兩側就會得到一點點邊緣層次，向前邊緣層次。OK， 來修飾一下細節。现在呢，来我們看一下這個頭髮就會得到一個向前邊緣的一個。好，再次去連接我們後部區，向後去延伸，把整個頭髮的層次給修剪出來。OK， 好，看到我們剛剛的層次，厚了的地方可以直接給它來點修飾。來，梳子提拉起來，好。看到多餘的長髮，直接剪刀划剪。OK， 可以看到切口啊，有多的我们可以剪掉，没得剪咱就不剪。沙龍當中，如果今天這個客人不去選擇燙髮，我們一定不要把層次做得特別高。從上往下去修剪層次呢，也是沙龍當中比較實用的一個方式，能很清楚的去看到你這個頭髮的一個落差。OK。整體，我的整體的層次就設定好。好，接下來我們檢查一下後部區，因為這一個髮量偏多，所以說後部區稍微的再走一點點層次。我們可以把整個髮片向下去梳理，厚的地方我們可以直接利用我們的平剪進行柔和，把髮尾做的稍微細膩一點點。好，第二片，髮片一定要疏通疏順，剪刀的深度4到5厘米，使它的髮尾不會那麼的重。好，后部修剪完之後，看一下我們的導線，有多的地方直接可以來個點點，一直延伸到我們兩側。我們兩側呢，直接水平拉下來。OK， 最後呢，把我們所有的頭髮向後去梳理，檢查一下我們的導線。OK，
後部我們還是做一個稍微有點帶圓弧狀的一個形狀。OK， 這就是我們中發我後面設定的一條底線。好，那我們層次的比例呢，也是在整個頭髮的1/3處。OK， 不需要定太高。好，上面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們是一個前短後長的一個層次，可以把我們上面的髮尾稍微做柔和。那我整体剪完之後呢，大家可以看得到這一個頭髮它不會那麼的一個厚重，它整體的一個亮感髮尾就不会像剛剛我們剪完之後它那麼厚重。現在這一個狀態呢，就是我們修剪完之後它的一個狀態。接下来呢，我們來对这個頭髮進行一個吹風造型的一個處理。下來我們來給大家去演示一下中發邊緣層次的一個吹風不會吹中发的，不会吹邊緣層次的，一定要好好看這段視頻。我利用到的滾梳，它是一個大號，不要選擇太小號的一個滾梳，太小號的滾梳容易吹出來太捲。好 ，OK。好，刚刚呢，我們給它簡單的來了一個滾梳的一個吹風，把它的這一個邊緣層次給吹出來。吹風的時候一定要選擇大號的滾梳，
這樣子吹出來的髮尾它不容易走捲啊，這就是吹完的一個效果。这个时候呢，我們可以看到兩邊有很豐富的一個邊緣層次。好，接下來就到了我們中髮的造型的環節啊。中髮呢還是一樣，我會採用飽滿向後的手法啊。頂上的這一個區還是一樣，給它保留出來，這一個區不要去給它做。兩側髮片還是分到我們的這個耳後點，劉海的部分、短頭髮的部分不要去動它。第一步還是一樣，先預熱，電棒的溫度還是160啊。中髮我們造型的重點還是在於我們的髮幹，髮尾不需要出太多的一個捲度。好，一樣，人站在我們的前側方，電棒從下往上去入棒 ，OK。電棒距離髮根4指的一個位置，中段一樣加了5秒，直接來到髮尾，髮尾留1厘米左右的一個長度 ，OK。髮尾直接轉動出來，記住，髮尾不需要做停留，髮尾不需要做停留，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得到一個魚尾捲的一個效果。頂上這一個區一樣，這一撮不要夾，兩側分到耳後點，預熱髮幹。頂部區全部加進去 ，OK， 把這個下來，讓它自然的雙層的兩側。好，後部區，後部區做一個 C 彎。內扣就是外翻，外翻就是內扣。後部做一個 C 彎即可，做完直接往前放。後面呢，這個髮片它是有點厚，所以呢，後面我們再給它分成2片。直接採用飽滿向後2圈的方式啊，有碎頭髮掉下來沒關係，直接捲進去。好，頂上這一區就可以不需要那麼多捲度，我們直接可以給它夾一個 C 彎即可。
好，全部夾完的一個狀態，我們繼續來檢查一下我們兩側邊緣的部分。這個時候呢，電棒千萬不要去關。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夾完之後它的一個捲度啊，捲度如果過於高的情況下，它出來的它是會比較過捲。過捲的時候呢，我們可以用電棒去給它恆溫一下，給它降溫啊。檢查兩邊的重量。OK， 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一個魚尾的一個形狀。這個時候還是一樣，拿我們的吹風機給它的這一個整體做一個柔和。吹風機去過這一個捲髮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這一個捲髮出來的效果會更加的柔和一點啊。所以說我的習慣呢，就是做完捲髮之後，一定要拿這一個吹風機去給它整體做一个柔和。现在呢，就是我做完造型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轻轻的给它舒散开，看一下这个头发啊。来 ，OK， 还是一样，髮尾啊，後面為什麼夾一個 C？ 因為頭髮它是圓的，你夾個內扣它就是外翻，你夾個外翻它就是內扣啊。把兩邊的形狀打理，還是一樣，想都不用想，把所有的頭髮往前面去梳理啊，兩側的頭髮還是一樣。把它跟後面的頭髮做一個重疊，劉海，好，兩側的邊緣線一定要記住，做的稍微的柔和一點，兩側的柔和度啊，好，這個時候站到前面看一下，好，這個就是我們電棒做完造型之後的一個效果。